我觉得基本上我们都是被诡计所害的。那么为什么呢？一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引起这场全球疫情危机的真相，一直有2个关键点始终模糊不清。第一个就是病毒来源到底哪里来的，第二是病毒是怎么传播的，病毒传播链。那么我前面刚才已经介绍过病毒传播链的大致情况，从武汉怎么出去的，多少几千人到了哪里，几千人到哪里。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对病毒传播链发布过相关报告。那么我这里所以只重点来谈病毒来源。2019年底是中国的武汉肺炎初露兆头，那么究竟病毒从哪里来的？2019年12月1号是武汉出现了最早的病例，第一个就诊的病例是12月8号。那么中共宣称说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但随后的研究从41个病例中发现说，27个人与这个海鲜市场是有接触的，但其他14个人从来没去过，占到34%，就1/3的病例当中，这1/3的人根本就和海鲜市场没有关系。所以中共说病毒只来自海鲜市场就是骗人的，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那么其他来源到底是什么？还有这个海鲜市场的病毒又是从哪里来的？中共从来不交代。当时啊，在中国有一个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又简称叫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有个说法叫武汉 P4 实验室 ，P4 指的是个高等级的这个病毒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关注。这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劣性传染病，像炭疽病、霍乱病等等。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去年2月8号这样报道说，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接管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有关。那么，这个陈薇是个女的。他当时担任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下面我来就这个法广这个报道谈的问题做几点分析，大家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讲我们现在所受的都是中共的诡计之害。那么首先，如果武汉这个病毒实验室只是纯粹的微生物研究机构，它是不应该和军方有关的。那更不应该和生化武器有关，因为生化武器的研究者和掌控者是军方，军方呢是不会让与军队无关的学术机构掌握生化武器的这个关键内容，因为是中共当局的绝密。同时呢，中国的懂病毒的专家很多啊，如果说他们是要讨论这个武汉病毒的来源问题，他们用不着派个人到武汉去讨论，在互联网上讨论就好了。那么，所以中共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就是生化武器的头等权威，这个少将所长，他是本来不必要跑到武汉去的。那么，既然他跑去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去的这个病毒研究所可能是和军方有关的。可能是接受了军方委托的研究项目，那么内容呢，可能就是和这位少将所长、中国首席的生化武器专家他的研究、他的工作有关系。那么第二点，就陈薇这个军阶是少将，他的年龄呢很年轻，1991年才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那么，然后就是特招入伍，入伍的时候他的军衔是中尉，20年之内中尉升到少将，是少见的文职军官的快速升迁。那么他所在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2016年以前是隶属于中国解放军总后勤部。那么2003年，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呢，成立了一个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务是防范军队的疾病和预防。那么陈薇的工作可能和这一方面有关。2016年，中共的军队体制改革，总后勤部撤销，成立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那么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改属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那么201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并入了中共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那么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是上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是中将军衔，而陈薇这个生物战研究所的所长的军阶是少将。那么他的生物工程研究，他的业务和武汉那个病毒研究所是对口的，所以从他的职务和军阶来看，他就是中共军方的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那么我再讲第3点，就是他是在武汉封城以后专机送到武汉去的，这个时机和过程非常微妙。他到武汉1月21号封城，他是1月25号到武汉。当时呢，他的到武汉的时候，这个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还没在社会这个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所以他去武汉病毒研究所应该是知道那个病毒研究所有问题，所以未雨绸缪，赶去解决问题。那么同时他怎么去的？当时武汉的天河国际机场已经关闭，所以没有民航航班的，所以他要去，他只能2条路：一个民航派专机送他1个人去，第二是军队的军航专机送去。那不管他哪一种，说明他的武汉之行是奉北京军方高层的命令，而且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必须立刻执行，而且专机送他1个人去。在这方面还有个关注点，就是他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后，一开始只是低调调查掌握情况，并没有控制这个研究所，说明他的任务很可能是先摸清相关情况，然后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和新冠病毒的爆发有关的。下面我讲第4点，陈薇是去武汉，但是当地并没有他那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单位，但是有合作单位，比方讲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他们的合作单位，所以他到那里以后啊，如果他的任务只是调查情况、了解情况，为他主管的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保障基层部队的安全做一些准备的话，那么他完成任务以后，应该马上就回北京啊，了解一下情况就可以走了，留在那里那么危险干什么？但是，他到武汉就不走了，他放下解放军的那个整个的，因为解放军也需要防新冠疫情啊，他放下解放军整个防新冠疫情的工作不管了，就留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不但不走了，而且他还宣布，以少将身份宣布，军管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室，这是个极为少见的特例，因为这个小小的研究室不过是个处级单位，正常规情况下用不着让一个少将来亲自掌控啊，而且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需要一个全国生化武器方面首席专家来接管嘛，这个接管本身说明其中有隐情。那么第5，最后一点，所谓军方接管就是军管，就是说用军队的军纪和军法来管束这个实验室。那为什么军队要经管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如果只是提高研究水平，组织病毒研究攻关，用不着接管的，稍微指导一下就好了。那么军管很可能是有个更大的目的，那就是要通过行政上对这个实验室的接管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保什么密？当然是军方不希望外界知道的关键的绝密。你由此可以想象，对武汉病毒所的军管决定了与疫情相关的所有外界猜测都从此不会再有任何验证。那么军管等于相当于把这个病毒真正来源的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给它筑了一道高高的墙，完全封起来，彻底封住了，比武汉封城还厉害得多。所以任何消息泄露者，可能就是不是这个刑事处分，变成军法从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这次疫情源头在哪里，外界是查不到了。这个今年4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总干事在记者会上说，他们的专家团队到中国去调查病毒起源，中国不提供原始数据，原因是那原始数据军管了。那么当然这是我的解读了。那么然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队对武汉这个病毒实验室的调查是不充分的，
所以没有办法排除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那么今年5月7号，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份报纸叫做《The Weekend Australia》，周末澳洲人报，他报道说有一份由中共军方科学家和中共高阶的公共卫生官员2015年撰写报告，讨论了把SARS的病毒武器化的问题。那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调查这次新冠病毒的起源的时候，去年5月获得了这份文件。这个报告的标题叫做"非自然起源"，请注意啊，非自然起源是人造的，非自然起源和人质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这篇文章形容呢，SARS病毒也是冠状病毒，预示了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它们可以经人为操纵，成为新型的人类疾病病毒，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报告还提到，第3次世界大战将是生物战，而制胜的核心将是生物武器。那么，澳大利亚的一个战略研究所啊，有一个国防大学追踪系统，他追踪了以后呢，发现说，刚才讲那篇研究报告，这个就是非自然起源和人质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这个研究报告的18名作者当中，10个人属于中共军方的第4军医大学，就是现在西安的空军军医大学，都是军方的科学家和武器专家。那么澳大利亚这个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叫 Peter Jennings， 他告诉媒体说，这份报告是他们所得到一份确凿的证据。他说，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中国科学家正在考虑冠状病毒不同菌株的军事应用，并考虑如何部署它。这开始证实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所谓 COVID-19 新冠病毒是用于军事用途的病原体的意外泄露。他认为说，这份文件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一直试图组织外界对中共病毒起源进行调查。那么最后，我想介绍一下这个5月16号，就上个星期天，美国前国务卿 Pompeo 接受美国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的这个周日早晨期货，就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中共为了在武汉病毒实验室掩盖最可疑的新冠病毒源头，可谓是竭尽全力，其掩盖程度十分惊人。他表示，他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在调查病毒源头的整个过程中，看到的每一个证据都表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然后蓬佩奥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反的证据，尽管中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实验室，不允许任何人接触病毒相关的原始材料，也不允许外界与在那里工作的医生接触，但是证据仍在不断的积累。蓬佩奥谈到说，中共为了掩盖病毒源头所做的工作清单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么结合我们掌握的间接证据，再加上中共为否认与该实验室有关的信息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这些都向我们强烈的表明，武汉病毒实验室就是中共病毒起源的地方。他说，今年1月份，美国政府解密了一系列与病毒源头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显示说，早在2019年，中国武汉就有医生出现了感染病毒的症状，但是那都是事实。所以他认为，这证明中共早在世界卫生组织前往武汉调查之前就完全清楚，这个病毒是完全就是人传人的，是拿来人传人的。那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处理这次疫情的行径不是鲁莽或者疏忽大意，其用心可能更坏。